2000年8月12日上午11点，这一天，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对俄罗斯来说至关重要。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一直遭受质疑。因此，作为总统的普京希望通过这次军演宣扬国威。北方舰队是俄罗斯5大舰队之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而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则是北方舰队里最耀眼的明珠。库尔斯克号潜艇的名字来源于苏德战争中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自从诞生以来，库尔斯克号便被寄予厚望。它装载了2座核反应堆，配有18枚反舰导弹和24枚巡航导弹。自1994年正式服役以来，库尔斯克号的表现从未令人们失望过，人们惊叹于它的战斗力。据说，一艘库尔斯克号潜艇便足以撕毁一列航母编队。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军演之中，库尔斯克号潜艇也是绝对的主角。在指挥官下达命令之后，库尔斯克号便沿着早已规划好的路线来到既定地点，它应当在这里进行鱼雷发射演练。11点24分，发射鱼雷的命令从指挥部传达到了前线，人们紧张又兴奋地等待着结果。可是大海上风平浪静，指挥部的监测人员们有些焦急，因为他们发现库尔斯克号没有传来任何消息。这很不寻常，库尔斯克号作为被重点关注的潜艇，潜艇上的一众军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失误。所以指挥部不断地向库尔斯克号发射信号，但始终无人回应。虽然着急，但当时人们还没有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他们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海面上环境变化，所以导致库尔斯克号的通讯系统失灵，这在演习中倒也不算少见。当天还有着非常繁重的演习任务，所以指挥官便向监测人员下令，每隔30分钟向库尔斯克号发射一次信号。随后人们又投入到了其他的工作之中。然而几个小时过去，等到演习全部结束，库尔斯克号却依旧杳无音讯。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应该不仅仅是通讯信号断了那么简单。因为接收不到库尔斯克号的信号，俄罗斯方面难以锁定库尔斯克号的准确位置。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所有人心中都很慌乱。这么大一艘核潜艇失踪了，谁也承担不了这个后果，所以必须立刻找到库尔斯克号的下落。当然，最焦虑的还是俄罗斯，毕竟事情出在自己身上。万一库尔斯克号在行进途中遭遇撞击，沉没海底，那就意味着海底要迎来一次大面积的核污染。如果库尔斯克号因为某些原因落到别的国家手里，那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核心技术要泄露。总之，不管哪种结果，俄罗斯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果然，不出俄罗斯所料，没过多久，许多国家都纷纷找上门来，提出愿意帮助俄罗斯搜寻库尔斯克号。不过，这些要求都被俄罗斯一一谢绝。俄罗斯很清楚，这些国家不是真心的想要帮忙，而是想抢在俄罗斯的前面把库尔斯克号找到，坐收渔翁之利。为确保不节外生枝，俄罗斯坚持要自己搜救。北方舰队当天所有参与军事演练的船只都参与到了这场搜救活动之中。同时，俄罗斯军方要求舰艇关闭发动机，开启所有的声纳设备，希望能够在大海上捕捉到来自库尔斯克号的动静。而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挪威的地震观测台告知了俄罗斯一个糟糕的消息。原来8月12日上午11点29分，也就是在库尔斯克号出事前后的那个时间点，挪威地震台监测到了一次海底地震。这次地震的震源距离俄罗斯海域非常近。本来他们以为这是普通的自然现象，但很奇怪的是，2分41秒之后，他们又监测到了一次地震，而且这一次震源出现了变动，比上一次移动了500米。这就不太对了，就算海底在2-3分钟内发生2次地震，可是震源中心点是不会出现500米的偏离的。后来挪威方面得知俄罗斯有一艘核潜艇失踪，他们联想到那2次令人疑惑的地震，便立刻意识到那可能根本就不是海底地震，而是库尔斯克号在海底发生了爆炸。这个消息让人们的心情更加沉重。此时距离库尔斯克号失踪已经过去了24小时，如果的确是发生了爆炸的话，那库尔斯克号潜艇恐怕已经彻底毁掉，潜艇上的人员也没有生还的可能。潜艇失踪的第30个小时，最令人担心的消息还是传了回来。俄罗斯派出的微型潜艇警钟号发现了库尔斯克号潜艇的身影，它位于巴伦支海海平面108米以下。显然，这艘潜艇发生了某些意外，因为
他以60度角斜着坠入了海底，有一小部分挺身，已经埋在了海面下的泥土之中。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绝望，因为井中号在库尔斯克号附近进行观察的时候，忽然听到在第9段隔离舱里传来了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很可能潜艇之内还有幸存者。这个发现点燃了人们的信心。俄罗斯军方也表示，潜艇虽然出事，但是潜艇内部有氧气储备，潜艇内的118名官兵完全可以靠这些氧气撑过10天的时间。如果人都还活着，那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很快，俄罗斯军方开始对库尔斯克号进行全力救援，可是俄罗斯派去的搜救队却很难接近库尔斯克号潜艇进行施救，因为海底水流太急，还存在很多暗流，救援的舰艇刚一靠近就被暗流卷了进去，自身的安全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近距离施救了。而且库尔斯克号船身倾斜，救援人员在阴暗湿冷的海底很难找到救援的接入口。根据观察，传来敲击声的第9隔离舱，整个舱体因为撞击以及海水挤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变形。救援人员尝试数次，有一次成功的与9号隔离舱进行了对接，但是却发现由于潜艇的变形，他们没有办法抽出隔离舱内的海水，打不开出口。等到8月15日，潜艇失事已经过去了60个小时，但是救援工作毫无进展，这让俄罗斯承受了来自国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人们怀疑俄罗斯对库尔斯克号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在这种压力之下，俄罗斯政府做出的妥协，他们同意英国和挪威即刻加入搜救队伍。然而，英国和挪威的加入并没有让事情好转，因为两国组织搜救队竟然又耗费了5天的时间，当他们赶来的时候已经是8月20日了，等于在救援的黄金时间之内，依然是俄罗斯凭一己之力在进行搜救工作。但俄罗斯的搜救技术又实在太差，最后还是在8月20日，靠着挪威派出的潜水员，才终于艰难地靠近了第9隔离舱的舱门，用上了当时一切的技术手段，总算是打开了紧闭的舱门。然而此时真的已经太晚，打开隔离舱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了浸满海水的舱体，当然还有船员的遗体，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这是最糟糕的结果。8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全国降半旗致哀。但是事情不能就此结束，俄罗斯必须调查清楚库尔斯克号出事的前因后果，而如果要做调查的话，就必须将库尔斯克号潜艇完全打捞出来。这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说是个大难题，库尔斯克号体积太大，又是因为出事沉没海底的，想要将其打捞出来要花费一笔巨额资金。对于经济衰弱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即便俄罗斯咬牙拿出这笔钱，还有技术上的难关。当初救援的时候，就是因为技术做不到，所以处处受限制，现在打捞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于是事情拖到了2001年7月，俄罗斯总算下定决心，他们拿出了7000万美元，找到了荷兰的一家打捞公司，动用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打捞技术，3000人日夜辛苦，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总算把库尔斯克号打捞了起来。随后俄罗斯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调查，并随后向全社会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那么这桩惨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2000年8月12日上午11点24分，库尔斯克号潜艇接到了来自上级的命令，需要进行鱼雷发射的演习。谁也没想到，这正是悲剧的起源。在发射管内，一枚练习鱼雷的过氧化氢正在急剧的泄漏，过氧化氢接触到发射管的金属之后，又瞬间形成了极高的热量，所以这枚鱼雷没有如众人所愿的顺利发射，而是在发射管内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这就是挪威方面观测到的第一次地震。而鱼雷的爆炸瞬间引发了舱内的大火，温度瞬间升高到400度。糟糕的是，潜艇内储备的不止1枚鱼雷，大火很快又引起了舱内另外7枚鱼雷的同时爆炸，其威力相当于 4.5 吨 TNT 炸药被引燃。这是挪威方面观测到的第2次地震，这次威力极大的爆炸直接掀翻了整个潜艇。大火蔓延开来，潜艇上众多的精密零件在一瞬间失灵，潜艇上的隔离板被巨大的冲击波撕碎，很多官兵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反应，便在爆炸之中丧生了。这也就是当时指挥部联系不上库尔斯克号潜艇的原因，所有的装置都被毁了。不过后来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调查，在爆炸结束之后，的确还有23个幸存者，他们躲到了第9隔离舱中等待救援。之所以能够确定幸存者的人数，是因为俄罗斯在隔离舱里
发现了一封科列斯尼科夫大卫写给自己新婚妻子的遗书。这位军官在当年4月刚刚走入婚姻殿堂。在遗书里他写道：奥里加，我爱你，请你不要太失望。现在是13点16分，所有在6、7、9舱的船员都已经转移到了第9隔断舱，这里一共有23个人，我们决定在这里等待救援，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出去。奥里加，我爱你，请不要太难过。向加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岳母问好，向亲人们问好。书信的字迹越到后面就越是扭曲模糊，可能是氧气及体力都在逐渐耗尽的缘故。不过23名幸存者到最后一刻并没有放弃生的希望，因为科列斯尼科夫大卫在这封信里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现在要试着出去，别放弃希望。而且在对第9隔离舱进行检查的时候，人们也发现所有的救生设备都有被打开过的痕迹，可见幸存者们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尝试了所有的方法。只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在隔离舱里被困30个小时之后，由于氧气耗尽，他们还是沉默着死亡在深海之中。这场灾难里唯一一个还算得上好消息的是，俄罗斯找到了库尔斯克号所携带的2座反应堆，它们并没有发生爆炸，也就是说不必再担心核污染的问题了。可是他们是怎么逃过爆炸的呢？俄罗斯给出的消息是，在库尔斯克号出事的那个瞬间，有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抢先关闭了这2座核反应堆。这个关闭核反应堆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拯救大家的英雄。可是这个在最后时刻舍生忘死的英雄究竟是118位牺牲者之中的哪一个呢？这个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俄罗斯为118名遇难者举行了悼念仪式，他们的照片被张贴在纪念馆里。他们的亲人每年的8月12日仍然会到出事的那片海域为他们送上鲜花。关于库尔斯克号的故事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们不会遗忘，也无法遗忘。